大家好，我是杨妈，我在网站和 YouTube 和你分享妈妈的心得。今天要来说妈妈的好帮手——气炸锅。零厨艺的懒人妈妈买了网络好评的气炸锅，为什么用不到1个月就后悔？2020改良版气炸锅推荐，懒妈用暗黑料理实测，自购非业配，老实说心得。因为少做一个动作，差点发生意外。使用气炸锅一定要小心的事是什么？妈妈的拿手菜，我的妈妈做菜很难吃，她很厉害，她能够把一碗饭煮得湿湿黏黏绿绿的。她的拿手菜是玉米浓汤。我妈妈的玉米浓汤很好喝，那是因为她只是买外面超市就有卖的那种康宝玉米浓汤，然后煮一煮，打颗蛋加进去而已。对，我承认我是个零厨艺妈妈，从小就很少下厨，几乎都是吃外食或是家人煮的。只有10多年前去日本短期留学的时候，才勉强自己煮饭。当时我就发现日本的友人怎么那么会煮菜，其实是因为日本的外食实在太贵了，大概是一般在台湾吃外食的3倍价钱吧。但是超市的食材价格却和台湾差不多的，难道是台湾卖太贵？所以日本人自己煮饭比较多。但是在台湾自己煮并不会比较便宜，也不会比较好吃，再加上以前学业工作忙碌，没什么多余时间，所以我在台湾都吃外食比较多。最近比较有时间才开始练习煮饭。今年气炸锅又翻红，我看了好多 YouTuber 都在介绍，看起来实在太方便了，简直就是妈妈的好帮手。我心里想，有了它，我一定能做出好吃的料理。烤箱它是利用电热元件发出辐射热烤制食物，预热和加热的时间比较长。气炸锅用对流让食物被热空气包围，高温烘烤把食物本身的油脂逼出，烹饪时间比较短，所以烤箱当然电费就比较高。比较起来，气炸锅电费比较少，而烤箱产生的油烟比较少，气炸锅比较多。再来容量的话，烤箱比较大，能容纳的比较多，而气炸锅比较小，能容纳的东西比较少。清洁就很重要了。烤箱比较容易，因为它的结构比较单纯，烤盘刷洗超方便。但是气炸锅它下方不粘锅的材质虽然很好清理，但是上方的加热管不能直接拆除水洗，食物的油脂喷在上面很难处理。其实类似气炸锅的产品以前就有了，早期是旋风烘烤炉，小时候我们家有买一台旋风烘烤炉，当时真的觉得很好用，但是每次用完都觉得清理好麻烦，因为整台都是玻璃太重了，然后就很少用了。其实呢，后来还有改良成只有盖子是玻璃的烘烤炉，这个我也有买，还蛮方便的，体积比较大，可以放很多东西，但是有好也有坏，大就比较不好收纳，后来也是懒得拿出来用了。我还记得第一款气炸锅刚上市的时候，洋洋年纪还很小，那时候我同事有买一台，新台币8000多元吧，他还有炸薯条给我们吃，但是当时我觉得容量好小，感觉不是很实用。果然没过多久，我同事就说要转卖了。当时气炸锅甚至被网友评为买了会后悔的小家电之一，但这1年来却是强势回归，在各大通路狂卖。今年气炸锅累积的销量是去年同期的10倍。气炸锅由黑翻红，原因应该就是像我一样看了很多网红介绍，再加上气炸锅不再只是减油轰炸而已，还能烹调各种食材，除了炸薯条、牛排、家常菜，甚至甜点都能料理。更重要的是，市面上推出了更多功能的平价气炸锅，所以气炸锅才会整个又火了起来。市面上气炸锅那么多，一开始大家一定也不知道怎么挑，所以会参考别人的开箱。我就是参考我是老爸不要当爸，还有阿汤 IM 就是阿汤哥这2位 YouTuber 的影片。以下是我看完他们2部影片做的简单结论，主要是比较飞利浦气炸锅和比翼气炸锅这2台。飞利浦气炸锅它的价格是比较贵一点，容量也比较小，但是大家对它的优点都是觉得它是大厂牌，而且它外观真的是比较精致，比较好看。那它的设计其实也是比较好，面板在前面比较省空间，操作灵活度比较好，它是用旋钮的，而且它涡轮气旋气炸均匀，
跟其他牌比较起来，就真的是1分钱1分货。那最大的缺点呢，就是贵，容量小。那比一气炸锅呢，是从淘宝购买的，换算成新台币含运费以后大概2300。它的优点就是便宜、容量大、气炸效果也不错。缺点呢，就是品牌没有知名度，然后面板在上面需要放在比较高的柜子，还有从淘宝预购要等很久。最近有团购这一台被诈骗的新闻，所以大家要小心来路不明的卖家。那就气炸、容量、清洗、价格整体而言，这台 CP 值算是非常高。看完 YouTube 介绍比一气炸锅，价格便宜，气炸效果也不错，让我好生火，立刻在淘宝下单买了比一气炸锅，等了整整1个月才收到货。刚拿到的时候，我什么都拿来气炸，不管是牛排、饼干、面包，也都获得洋洋的好评。但是虽然好用，我用了1个月就后悔，想换掉了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先直接看一段我操作比一气炸锅的画面。比一气炸锅拿出来以后，它有内锅跟外锅，然后这个往前推一压，内锅跟外锅就可以分开来，倒入鸡块。买东西敷品如果有烘焙纸，一定要压好，不然它烘焙纸会乱飞，会失火。放进去以后，按开始，然后就是菜单可以去选择你要什么模式，然后这边可以去调温度，你要175、180，还是你的时间17，温度都可以自己调。那如果按照上面的时间，通常都会烤太久，一定会变木炭，所以建议就一开始就自己调温度跟时间，然后就按开始。比一气炸锅比较不方便的地方就是中途要自己打开来翻面，那这样自己打开来翻面，你要随时打开来注意状况，不然你很可能一下就烧焦了。翻好之后再放回去，它又会再继续，一定要随时注意它的情况，不然很容易就烧焦了。像现在觉得不用再多久就可以好了，所以我就把它改2分钟就好了。鸡块就完成了，滋滋作响的。这时候旁边很烫，不要碰到，不然会烫伤。比较不方便的是，因为它的风扇在上面，所以可能要等它比较冷了以后，温温的时候蹲下来去擦拭，或是把整台机器倒过来擦。那如果不擦的话，久了这个蚊香就会变得很可观。给它泡一点水，你要再清洗就会比较好洗。以下是我没有办法接受比一气炸锅的地方：气炸的时候看不到内部。我有好几次都气炸到烧焦，烧焦到气炸。烤面包按2分钟没事，再多按1分钟就变木炭。它需要一直拿出来翻面，对懒人妈妈来说还是不够方便，不好清理，需要蹲下来或是整台机器翻过来清理。不过整体来说，我觉得气炸锅还是很好用啦。或许是因为我自己零厨艺吧，没办法掌控时间和温度。像洋洋的阿嬷说她比较会煮，所以就接手了我的比一气炸锅。她说她一定不会像我一样烧焦。就在此时，我发现有气炸锅在料理的时候看得到内部，还可以自动翻转，居然可以解决我的问题。虽然价钱多了2倍，但我还是决定买来试试。接着就用我的暗黑料理气炸小汤圆来和各位介绍这台气炸锅。我们先倒入这个包馅的小汤圆。这台气炸锅最大的优点就是料理的时候看得到内部。我认为的缺点，第一个就是按键式要按好久。再来这台的优点，自动翻转超轻松，而且容量超大。缺点就是中途打开必须先按停止，要继续得重新设定，而且它比平价气炸锅贵。它还有一个优点，就是方便清洁，不需要蹲下来或把整台机器翻过来。暗黑料理完成，试吃时间。现在我们来请王小明试吃，他是洋洋的同学，来我们家玩。
好吃。好吃，有像炸汤圆吗？有。好吃哦。那现在请洋洋来试吃。鸟蛋然后一堆晒一样。好吃吗？不错，不错。急着打电动。其实后来发现，不止刚才那台球形气炸锅，还有好多类似的改良版的气炸锅慢慢问世。一定是厂商听到了零厨艺懒人消费者的心声。我在 YYTV.tw 的网站都有把链接列出来，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点进去看。最后要说用气炸锅的注意事项，如果海苔、烘焙纸这些比较轻的东西，一定要想办法压住，不然它可能会飞进加热器里。还有次放海苔，结果太轻了，就直接飞进风扇里，整台机器就开始冒烟，而且发出烧焦味，吓死我了。那使用中如果冒黑烟，要立即拔除电源，待冷却后移出内锅，检查食材是否烧焦。然后要使用独立电源插座，避免电线走火，或把插头插座给融化掉，甚至引起火灾。出风口要留空隙，不可直接靠墙壁。像蔬菜这种无油脂的食材，可以喷或刷一点油，才不会太干。但是不能直接倒油进气炸锅，避免发生喷油的危险。有果粉或是生肉易粘黏的物品，电烘焙纸会比较好清理。气炸锅每次使用完都要清洁，否则让残留物反复加热，就像在用回锅油一样，更不健康。最后，虽然气炸锅标榜可以减油减脂，但你如果像我一样有了气炸锅就想做更多料理，小心会更胖。以上就是我的气炸锅心得，希望对你有帮助。如果想听我分享更多有用的讯息，请订阅我并打开小铃铛。YYTV.tw 网站还有更详细的内容，以上媒体也看得到哦。就这样，我们下次见喽。